边在募捐。我们过去看看。爷爷，咱们也捐点钱吧。好。我们把用来放生的钱也都捐了吧？什么？您不是每个月都存钱用来放生吗？拿那些钱来赈灾救人，不是更好吗？是啊，老先生，你有救畜生、放生的钱，怎么不救救受灾地区的人们呢？说的有道理呀。我们学佛的人戒杀放生，就是将慈悲心普及一切物类。对畜生道的众生尚且如此，又何况对万物之灵的人类呢？当然也要尽力帮忙解决眼前的急难，只不过我们要分清楚对象因果。贫苦受灾的人们固然要亟待救助，但总的来说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。这些众生如果不去买下它放生，那他很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被宰杀烹烤的命运了。他们需要救助也是很明显的。要知道，我们只是一念之差，就错落因果。对于这些生物，佛都视为子女，救一个物命，就是救一位佛子女的性命啊！老先生，放生是好事，没错，但是现在发生了重大的灾难，怎么不先救灾呢？是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两样都要去做。但是发心要放生的钱绝对不能够拿去救灾，而发心救灾的钱也绝对不能够拿来放生。至于众生千万怎么能放得完的问题，我们只要尽自己的能力，随缘去放生，就算条件不足也随喜赞叹，这样也就能功德圆满了。就好像是我们的父母逐渐年老，毛病也会越来越多，总不会毛病多到一定程度就放弃医治了吧？我们也是耐心的四处寻找名医，一条一条的来诊治啊。要知道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放生的精神就在于，对于命在垂危之际的众生，如果当时的条件能力足够，就发慈悲心予以解救。简单的说，放生也就是赎罪，赎今生累世所积欠下的无数杀生罪。如果不积极的去放生，这些杀业的苦报还要受到何年何月才受得尽呢？多谢老先生指点迷津。阿弥陀佛。不对呀，老先生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戒杀放生，那将来地球不就变成禽兽世界了吗？亏你想得出来。我们仔细想想，蚂蚁、蚯蚓以及绝大多数的昆虫，我们不吃它们，对吧？那现在地球是不是成了蚂蚁世界、蚯蚓世界、昆虫世界了呢？自然界的一切，乃至于物类的数量，会自然地趋向平衡状态。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，就在烦恼畜生过多，这就像农夫还没有开始耕田播种，就已经在烦恼收成过多；商人还没有开始赚钱，就在烦恼财富过多一样。这是杞人忧天呐！谢谢老先生的开示。就像我们动员所有的人力物力去救援灾区的人们，是因为我们能将心比心，切实感受到他们的痛苦。灾区的人们可能还有能力自力救济，缓解苦难，但是这些可能马上要被油煎火烤的众生，除了指望我们救援之外，他们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是一丝毫改变的能力都没有的。大智度论上说，诸余罪中杀业最重，诸功德中放生第一。放生就是救命，不是其他小善所能比拟的。听您这一说，我也想随缘放生了。好啊。好啊。